崔家大小姐来了，崔小姐辛苦了。鲍大哥辛苦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啊！我们镇西居的兄弟们乐意。嘿嘿，哎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你和十七郎慢慢聊啊。嘿嘿。今日幸亏有你。都是自己人，替崔小姐杀敌，不仅我们镇西军的兄弟乐意，我也乐意。贫嘴！刚才老鲍说，劫杀了不少接说人，不过还是让柳成风给跑了。柳成风居然跟接硕勾结，我们崔家跟接硕世代血海深仇。从此以后，他不是我兄长，而是我们崔家的仇敌。虽然不应该，但也想说，听到这句话心里还是挺舒服的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样发觉阿爹中毒的，又是怎么样察觉柳成风的谋算，跟阿爹约好了里应外合。那日我回到军营之后，琢磨此事，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跟桃子潜回府里，想弄清楚大将军到底中的是什么毒。耳朵，处理干净，别让人发现。桃子十分确定，大将军就是中了接硕的毒。巧的是，你也中过接硕的毒，而你当时又看见了柳成风，所以我怀疑，大将军中毒多半与他有关。大将军起初也不愿意相信是他，直到后来，发现真的是他。阿爹真的很伤心。小姐，你这样真的很好看。只是我却担心，你平常都在崔家军与男装室，猛然一下这样打扮，你说他们会不会不习惯呀？现在阿爹已经告诉了全天下的人，我就是他唯一的女儿。既然这样，那干脆就堂堂正正的，以我本来的面目示人。作为阿爹的女儿，我一定会让他骄傲的。快站起来看看。真好看，还是你选的好，很衬你的肤色。李逆，见过大将军。秦王有何贵干？还是常州之事。李逆想与大将军聊一聊常州。秦王刚刚救了老夫的性命，所以来谢恩求报。不敢。当初是谁传信给我们崔家军，请我们来救裴元的？秦王不会忘了吧？大将军仗义援手，李逆感激不尽。只是时过境迁，大将军占据常州，不仅被朝廷诟病指责，亦得提防孙敬。况且，这常州与洛阳、建州、并州，乃至平凉、瀛州，皆相隔甚远。崔家军被牵制在此，只怕得不偿失。你该不会想说，既然常州这个烫手的山芋我捏在手中无用，不如还给你。大将军，若是以魏阳来换取洛阳与常州呢？秦王所言何意？魏阳虽不归我节制，但魏阳就在平凉左近，军民事务也由我这个平凉大将军管辖。你是打算用我的东西来换我的东西，还以一易二？明正才能言顺。魏阳虽在平凉左近，
但朝中在幽州府亦有驻兵，若由朝中下旨，大将军节制平凉、未阳两府，从此大将军便能名正言顺，总理平凉与未阳两府事务。崔家军后方亦稳固无虞。大将军，意下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只要朝中下旨，魏阳教我节制，我便退出常州。但是洛阳，那是万万不可。大将军爽快，李逆虽有为难之处，但也会即刻向朝中请旨，只提常州，不提洛阳。大将军请放心。好，秦王，常州事了，你可以回京都复命了。不瞒大将军，李逆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李逆想请崔小姐领崔家军，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。你还想让我女儿带兵跟你一起去打孙敬？秦王，你这如意算盘未免也打得太响了吧？孙敬一日不处，不仅是朝廷的心腹大患，大将军也会深受其妨碍。大将军当初以秦王之志出兵南下，如今暂居常州，并重兵把持洛阳，朝中难免会议论纷纷。只要大将军同意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剿灭孙敬，收复潼关，那么朝中的议论自然会平息大半，且天下人皆会称赞大将军忠义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么李逆自取潼关后，只怕朝中会命我李逆与大将军相战。到了彼时，李逆再无半分推辞之力，且朝中定会以收回东都为限。秦王不妨试试。老夫还从未与秦王兵戎相见，真想见识见识秦王排兵布阵的章法。与崔家军为敌，是我万万不愿之事。大将军心里也清楚，潼关是两京所要，除了潼关，两京再无险可守。只要大将军答应崔家军与我一起共赴潼关，那朝廷必然会对崔家军的猜忌之心大减，还望大将军能够成全。既然如此，不用我女儿跟你去，我和你一起去潼关。果不其然，我先前与阿莹商议时，她告诉我，大将军必然会说出此番话语。我问阿莹该如何作答，阿莹告诉我，只说她与我已商议好，她愿意与我一同前往。既然你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这么说，大将军是答应了？多谢崔国父。谁是你伯父？滚！是。此番，秦王虽出手相助，但常州城外，镇西军依然虎视眈眈，不得不防。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奉旨而来，怎能轻易与之联手？阿莹，这天下那么多男子，你为何偏偏对他另眼相看？阿爹，他值得我另眼相看。如今局势晦暗难明，孙敬虽败仍据潼关，3个皇子鼎力相争，秦王功高勋重，树大招风。秦王虽是不识奇才，但绝非良配。阿莹，你当真想好了？要趟这浑水？阿爹，我喜欢李念，他也喜欢我。
这世上虽然有那么多男子，但是能如女儿眼的，只有他一个。阿爹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你既然想清楚，有了决定，阿爹不会左右你的想法。谢谢阿爹。大小姐文武兼备，又是咱们大将军的女儿，哎，你们说，得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呢？要我说啊，秦王就不错。想想自起兵秦王以来，秦王率领镇西军那是所向披靡，别的不谈，就说奇袭潼关那一战，那真是百年未有的帅才。秦王虽好，可是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咱们大小姐应该坐堂招夫啊！哎，对，坐。听见了吗？他们都觉得只有我才能配得上。我只听到他们说希望我坐堂招夫。殿下身为皇子，愿意入赘我们崔家吗？什么皇不皇子、秦不秦王，我都不想当，也不在乎。阿姨，咱们回劳兰关吧，在那拜堂成亲，生个7、8个娃娃，一半跟你姓，一半跟我姓，不娶不嫁，不招不赘，可好？你想得倒美，谁要跟你生7、8个娃娃？那就4个，最少4个，2个跟你姓崔，2个跟我姓李，怎么样？你要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把你嘴给撕了！想撕我嘴？就撕就撕就撕！不让。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变。为你愿放弃这世界，此生无憾。听说朝中来了圣旨，斥责了秦王殿下。我猜到父皇8成是要骂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快。你虽然兵不血刃，解了常州之围，却让出了魏阳大将军这个虚衔，又承诺不提洛阳，这不是把天大的画饼都递给了朝中的宿敌吗？要是我呀，也会攻击的你体无完肤。你呀，就是仗着自己立有战功。朝中那些武将大多又是镇西军出身，自然会向着你，不然只怕现在就不是下旨申斥了，而是要夺了你的秦王之爵呀！夺就夺，反正我打算打下潼关之后，就回劳兰关去，在那儿总好过在朝中受气强。只怕你打下了潼关，就回不去劳兰关了。那可不一定。石七郎，萧妃娘娘派人传急报，说孙景抓走了太孙。什么？孙敬发讨贼檄文，不过是为征百越大军回师拖延时间，实则潼关守备军力不足。你是不是早有布置，打算趁虚而入，攻破潼关？你怎么知道我早有谋划？潼关易守难攻，但是你曾经硬碰硬打下过潼关。后来镇西军又驻守潼关颇多时日，以你的性子，肯定是把关里关外全都仔仔细细地琢磨过一遍。是啊，我在潼关给自己留了一条暗道。暗道？莫不是水渠？你怎么猜到的？潼关土质坚硬，想要挖地道实属不易，所以这条暗道应该不是新修的。而是本来就有，可以后加利用。我记得在瑞景年间，潼关曾经因为山洪爆发，把武库淹没了。后来户部拨了银两，重新修了下水的水渠，沟渠修得够深阔，应该可以走人。瑞景年间，户部的事情你都知道啊？我小的时候喜欢跟着阿爹读书，
他的书房里除了兵书以外，收藏了历年以来天下各处关隘修葺的卷宗，我翻着当故事看，读了便记下了。那今晚秦王要做那钻水渠的小耗子，我当然得作陪了。我在城外等你策应。孙清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弃械投降？哼！走。如今潼关已破，你败局已定。只要你放了太孙，我不杀你。你爹当日匍匐在我脚下求饶，若不是装死逃了过去，哪轮得到他在京中做伪帝啊？今日太孙在我手上，我才是天下正统。凭你小儿一句话，就想让我给你太孙？那你想要如何？哼！你和你的兵马即刻退出潼关，叫京中的伪帝写下诏书，昭告天下。自己得位不正，将大魏归还与太孙。如今这关内的战局，你好像没有与我商谈的实力。哼，你这孩子才是先太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在你们李家，他才是嫡系正统。若是今日被杀了，你在天下人面前该如何交代？你那个伪帝父亲，在天下人面前又该如何交代？不要管我！杀了孙贼，还天下太平！杀了他！孙敬，你一代枭雄，如今竟拿个小儿做挡箭牌，岂不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你不必用激将法。你若是不退兵的话，就休怪我动手了。住手！我愿用我一命换取太孙一命。石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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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！石七郎，不要管我！不要！孙贼，还天下的！石七郎，不可！回来！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！好啊，秦王有如此气魄，那我孙某必定说到做到。秦王，你便自行了断吧。石七郎不可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别惊他了！石七郎，杀进去！
秦王殿下，孙敬身边的是假太孙，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才是真正的太孙。你说什么？余孽，你不愿意救太孙也就罢了，何必使出如此阴谋诡计，想用一个假太孙来换名正言顺绞杀真太孙的机会？大都督，你说我带来的这个孩子是假太孙，那你又如何证明你抓到的就是真太孙呢？哼，太孙身上有先太子的印鉴，我是连人带印，一并从韩畅手中夺过来。你们若是怀疑的话，那也不用争论什么了，我一剑砍了他便是。住手！动手啊，大都督！大都督就不曾怀疑云长将军韩畅如此忠心耿耿的先太子旧臣，在你擒到太孙以后，为何没有拼死追踪，召集人马救回太孙呢？至于这先太子印鉴，云长将军为何又偏偏要放在这孩子身上？他难道不知道，一旦你得到此物，便能确认这孩子的身份无疑了吗？众将士，杀孙敬避封侯，赏黄金10000两。杀！先带太孙走，留着他还有用。韩将军，我来救你了，走。孙坚，你起兵弑君那日，可有想过会有一败涂地这一天？秦王殿下，此等逆贼，杀了便是。我英雄一世，我若是没有中毒的话，你们再多的人
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无知小儿，你妄想取我人头，我是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！这一对玉佩真是精致。我们两个一人一半，我会永远带在身上的，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大禹天泰元年，孙敬兵败潼关，自刎而亡。其妻魏国夫人及长子在逃亡路上被抓获。自此，孙敬谋逆之乱彻底平息。拖过去。来，这个格子，怎么样？校尉，怎么了？刚刚趁乱，有人将太孙劫走了，赶紧派人去追。是。齐王那边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吧，你快去。好。韩英，辛苦你了，多亏有你才找到真正的太孙。如今孙敬已死，我们将太孙护送回朝，便大功告成。十七郎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坦白，我带来的那个太孙是假的。真太孙确实是孙敬劫持的那个孩子，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派人趁乱找机会把真太孙给救下来，但是没想到被人抢先了一步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把真太孙追回来。十七郎，十七郎，追不上了。这些人可以趁乱救走太孙，身手如此利索，8成是韩将军和他的部属。太孙的安全应该无虞。如何能确定是韩畅和他的部属？如果被不轨之徒捡走呢？你明知道我答应过萧妃要救下太孙，可刚才你拿一个假太孙去诈孙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便他相信了，也可能会对真太孙不利？我自然想过。你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你还要这么做？我心中已经反复衡量过了，有7、8成的把握，可以让孙敬相信，也可以救下太孙。7、8成，那剩下那2、3成呢？能救下太孙固然是最好的结果，如果中间有任何差池，那也是我办事不妥，与你无关。什么叫出了差池？
是你办事不妥，与我无关。石七郎，有些话一定要我说出来吗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你此番要真的把太孙带回京，朝中上下不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吗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想让陛下立太孙为储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天下初定，人心浮动，朝野上下都能跟你一个想法吗？朝中宫中还经得起再一次祸起萧墙吗？哼！你如此深明大义，言辞有理，为何不事前与我商议？因为你知道，我一定不会答应什么。是，秦王殿下忠勇过人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应该插手，就应该让你舍身取义，被天下人诸此称颂。等我以后路过的时候，也定会为殿下上2炷香的。